这样的小寡妇，他们生活很艰难，他们得找个靠山。你如果没有一个给他当靠山，那半夜水缸都满了，不行，咱也得搞2级，1级回不来本，是吧？这出来都高消费了，1级能回本吗？这玩意它量太大了，不过也赚钱。其实老板这个算的这样挺好，你如果不做饭的，不提供饭的话，不做饭，那这些住户他得在外面吃点面费，有的买回来，他也得给你制造垃圾。人家老板直接搞了厨房，一条龙。哎，咱不知道还晚上有没有别的服务，估计很多年前应该有啊，很多年前像这种店都一吨个有，现在不好办了。我发了个视频说不要回农村养老。哎呀，这个东西很多人可能看我可能胡说八道，看我干啥的。你们不服不要紧，你们也别跟我抬杠，你们去农村试一试。还有的说农村不是那样，农村可好了。你说的那是江浙一带的农村，江苏、浙江那样的农村，那样的农村里面，是吧？那些城中村。包括广州的城中村，那厉害了，那城中村，人那些村民，人不搭理你，人都是房东，是吧？你到江浙一带的农村，你去看看人那房子，都是小洋楼别墅，4、5层的，是吧？我说的农村是真正的农村。不是说那些城中村，那些现代化农村。我操，这啥玩意儿？这是个啥？我还以为是个肉丸子。你们说的那是都是现代化农村。我说的农村就是纯农村，有几个回到农村里面，就是说能在那里养老的，根本养不了。时间长了，那生活习惯你也受不了。哎呦，全是肉啊！它这种肉食鸡，我有点吃不动了，我得吃点豆腐干。我从家里带了点锅饼、豆腐干，这玩意儿就个锅饼吃还好，还带劲。这豆腐干，我不说是肉，你们都信。加了中国玛莎拉，味道杠杠的。本身那么玛莎拉，中国玛莎拉它味道就是香的，是吧？看吧，这玩意喝的跟吃肉干似的。再见。我不是在危言耸听啊，我不是在胡说八道，因为很多都是亲身经历，甚至亲身体会，很多也是说周边发现的，都是周边发生的事情。你说所有农村不会那样，你不能胖子一竿子打翻所有的农村。哪个农村它都有那样的人，你包括江浙一带的那些富裕农村，它村里面也有那种就是村溜子、街溜子的人。
只不过是他们过得挺富裕，他们不在乎你的一根烟，你的一杯茶，是吧？像那些偏僻的农村就不行了。本身那些地方，还好不容易逮住一个是吧，外地的了。小豆腐干，你们试试哈，你们用我这种方法做豆腐干，保准一个好吃，别太咸了，太咸了不好吃。别用那种鸡汤肉汤的做豆腐干，你用鸡汤肉汤做豆腐干，它上面有油啊，做完了以后豆腐干上面晒干了以后上面油乎乎的，不用，是这样好拿，是吧？咱再说说农村吧，确实就是说，我说的不是那些江浙发达农村，就是真正的农村。你们在真正的农村生活过就知道。说句不好听的，农村好的话，还会有那么多人削尖了脑袋，拼命的从农村往城里跑，是吧？农村不好，农村里面它很多东西啊，它那些小毛病，你看着不大，但是它那些小毛病，如果让城里人看的话，一放大，那都是大毛病，是吧？所以说，农村不好回去。你想回农村，除非就是说你真的一穷二白，你活不下去了，那你回农村苟延残喘。你放心，你那样回去，那些街溜子、村坏子，他们不敢招惹你，你比他们还恶劣，是吧？你都两眼都是吧鼓着通红，他们都怕你。你如果说到村里面当个老好人，好是，你放心吧，他们就把你当冤大头吃，他们会变本加厉的吃你，这就挖坑给你挖坑。所以说，有退休金，在个小县城，你活多好啊！你到农村干啥？你到农村，你买那房子、买那地都不是你的啊！过去有多少就是为了房子地买了，然后农村搞拆迁卖便宜了，回去找后账的，有的是啊。一纸合同，它只能约束那些君子，约束不了小人，对吧？当然，现在农村房子也没人占了，他已经过了那个圈地、占地、卖地那个年代。所以说，你现在买房子，你放心住也就行。然后你会发现，你不适应农村。从农村出来的人，就好比中国人到美国，没有回来的，他就再苦再难，他也不回去。那些没去过农村的，可能是吧，去农村一感受到淳朴朴实，那你只是感受的短暂的。如果你长期在那里住，你会发现不是那么回事的。是吧？那么好的话，怎么那么的来就是说往外跑？为什么农村没有年轻人？年轻人不愿意回农村呢？是吧？如果
真的想回农村，你就有一颗强大的心脏，不拘小节，不计较，甚至就是说，愿意什么东西多花点钱吃点亏，你就是永远走在吃亏的那条路上，那你就在农村生活去。很多人不服，你不服，你到农村试试，是吧？你花几万块钱，你到农村，你花几万块钱买个房子，你买那些房子，你看那些农村啊，几万块钱买的房子，你还得装修呢，装修厉害，买房子花5万，装修有可能花25万，这是很多地方。它都漏雨塌顶了，是吧？你还得重建。原地基啊，就是给你一块平地，你搞个建筑，那样花的钱比你在那个修复上花的钱要少啊。你在那个老建筑物上修复，你花的钱就多了，知道吧？还不如就是说把这个地方推平了。重新打地基，重新建，重新盖楼。你只买个地基，重新再盖个楼的话，比那个老房子翻修要便宜。当然，你把地推平了再建，那也不便宜。你以为现在来工物料都很贵，你就那点退休金搞下来，你还养什么老，是吧？你感情就是把那些钱都捐给那些建筑队给卖材料的了，不划算。想到农村养老的来，我有个建议啊，你们到农村啊，哪怕多花点钱，在农村体验一下生活，用不了15000，估计2000-3000块钱就够了，是吧？你花1000块钱租个房子，剩下的花不了3-5千吧。你租1年的房子，顶多也就2-3千，它还能超过城市的楼房，是吧？你去租1年房子，然后体验农村，然后再决定回不回农村养老。你如果能体验的感觉还行，那你就在农村，是吧？还有的，是吧？如果你像光棍，那些一个月有4-5千块钱的老光棍，他们到农村，那我估计就如鱼得水了。张寡妇、李寡妇，是吧？就没有别的费了。你一个月这4-5千块钱，你完全可以拥有张寡妇、李寡妇的爱情，是吧？我以前一个朋友，他爹就是吃低保，是吧？70多岁了，还在别的村里面，就是说扶贫一个小寡妇呢。因为很多山区农村，你们不知道，那个现钱很难。他们就是说在农村里面，尤其是个女人，她又没法出去工作，附近没有工厂，就种点地，还有死了丈夫，又养活小孩的。他们想搞个现金，他们想变现很难，不好变现。很多就是说这样的农村，这种偏远山区的人，我说的是偏远山区哈，它不是郊区，不是城中村。这样的小寡妇，他们生活很艰难，他们得找个靠山。你如果没有一个给他当靠山，那半夜水缸都满了，是吧？很多人都惦记了。所以说，这个东西你不要小看，就是农村这个低保。你看我那个朋友，他爹，他家里有3个人拿低保，他那好家伙就是70岁了，当时是60多岁，现在可能得70、小80岁，活着活不着还不知道。我朋友也已经死了，喝酒喝死了，是吧？他爹
60多岁都去搞一个30-40岁的小寡妇，因为农村30-40岁的小寡妇生活挺困难，她没有经济来源，是吧？出去打工，附近没有工厂，他家里还有个孩子，是吧？孩子不大，尤其是这种10几岁的孩子，正在上学，那家伙那跟推金兽似的，是吧？他怎么弄？他死逼的，他没办法，是吧？这些小寡妇家里面没来帮他，他只能就是说，哎，想尽一切办法吧，也是就是4个字：生活所迫。如果没有生活所迫的话，也不会被这帮老王八蛋惦记，对吧？还有你在农村里面，你们如果你一个女人没有个男的靠山，你给排在农村很难生活下去。我这样说，你们不信，你们不知道。我虽然是城市，也城寨吧，我不能叫城市，但是我过去有很多农村小伙伴，我经常到农村玩。当时到农村去了以后，我去了我买上东西弄的啥呢？我都是给人家孩子买上，给家里买上弄上东西，到来家就一打电话，那边又开始上机了，杀完鸡上去开始咱就吃。其实咱那个鸡吃的很贵，但是要的就那个乐趣，对吧？不过我现在不干了，我现在谁我也不来往了，因为我已经也没有经济实力，就是说不行了，咱现在成了个网络乞丐了，你还干啥干，是吧？现在就是只求自保吧。这个鸡，咱不知道明天坏不坏。这个鸡没有我的豆腐干啊，我的豆腐干绝对好吃啊！愿意吃的去看看我的视频哈，我就做完了，你就给我评论区留言，你说好不好吃，就按我这方法做，你看没有？保管也好吃，比那些卖的好吃多了啊！别搞得太咸。今天喝多了，今天这个玩意儿尽兴啊！今天的菜也好，是吧？搞2集嘛，就按我的方法做，你就看还好不好吃。做完了评论区给我留言，我吃的是好吃，比这鸡好吃。啊，是吧？胖子卖瓜，自卖自夸。好了，今天就这样了。不浪费公共资源了，是吧？咱在这个临沂玩2天，是吧？再玩2天，你看又忍不住，这玩意都跟上瘾似的，忍不住。这玩意太好吃了，不咸不淡，正好。你就是说尝的那个口味正好哈，那个汤一定要调的正好，别咸了，咸了，那你咸了你不能吃的太多，是吧？做就行了，做成这样，就1个字，香。3天就能做成豆腐干，用风扇吹也行，有空调的用空调，把它吹定型了，然后放到太阳地里面晒干了，那更香，有个太阳的味道。好了，今天有点无耻了，2集是吧？2集，但是喝了1瓶了。以前我就喝一顿就喝那么半瓶，是吧？无耻吧，归无耻，是吧？但是
再次说一下，豆腐干香。那个鸡你看没有，还这么多呢。哎，吃，还是我做的豆腐干好吃。没办法，就是会做。好了，没有第3集了啊，不拍3级片，只拍2集。